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大数据之夜，赵丽颖又被孤立，赵氏孤儿背后的痛和清醒谁懂？星光闪动，群芳竞艳。中国电影大数据暨电影频道 M 榜荣誉之夜，可谓影视圈大咖聚会。说到含金量，自是比不过3金。然而，捧场明星之多不逊色于任何盛典。毕竟，从获奖名单看，获奖的都是实至名归的好电影和优秀的电影人，才华横溢的大导演，风头正盛的男明星和流光溢彩的女明星，个个神采奕奕，欢聚一堂，其乐融融。张艺谋的电影《第20条》不负众望，一口气拿下5项大奖。年度影响力男演员雷佳音，年度女演员马丽，年度杰出贡献导演张艺谋，年度新人刘耀文，还有年度影片大奖。只有上映前后一直是观众焦点的赵丽颖颗粒无收。不止如此，马丽发表获奖感言的一番话，直接把她和赵丽颖推向风口浪尖。我是一个不太爱宣传，也不懂怎么宣传的实力派中年女演员，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被大数据看到，所以我可以证明大数据确实是真数据。此话一出，台下的明星们除了送上掌声，脸上的表情亦是饶有趣味。想必行业内外都苦真真假假的大数据久矣。马丽的话在网络引发热议，因为没有感谢赵丽颖，很多人质疑马丽在内涵和暗讽赵丽颖。犹记得第20条上映前期，铺天盖地的营销都围绕着赵丽颖的表现，张艺谋也对赵丽颖赞不绝口。平心而论，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表现是优秀的，有层次的，有穿透力的。不可否认，相当一部分观众是被赵丽颖的哭戏打动，从而走进电影院的。不公平的是，赵丽颖没有拿到奖项不说，还背上炒作和营销过度的锅。张艺谋带着一众主演拿奖拿到手软，他们越是笑得开心，越能衬托一个人的尴尬和落寞，那个人就是赵丽颖。那一幕让人忍不住想到赵丽颖赵氏孤儿的称号。一个农村姑娘孤身一人打拼娱乐圈，这样的场景并非第一次发生。赵氏孤儿背后的痛和清醒，又有谁懂？01，出生在廊坊农村的赵丽颖，是闻着土地的芬芳长大的。空乘专业毕业后，赵丽颖做过销售，做过文秘，她一心想着多赚钱，改善背朝天面朝天的父母的生活，也想让弟弟的未来有更多可能。天生丽质的赵丽颖有很多追求者，她却一心扑在事业上。2006年雅虎搜星海选，鼓足勇气参加的赵丽颖成为冯小刚组的冠军。拍过几个广告后，赵丽颖很快沉寂下来，毕竟华裔艺人众多，冠军的光环稍纵即逝。赵丽颖知道，想要留下来，只能拼尽全力。她整天待在剧组，多小的龙套都不嫌弃，一心打磨演技，丰盈自己。她是导演口中长着包子脸的姑娘，被导演当众斥责：“你那个嘴为什么要撅呢？像猪嘴一样。”她咽下所有泪和痛，更加努力地去拍戏。终于，她遇到了《新还珠情儿》，遇到了《宫2》和《陆贞传奇》，也遇到了《宫锁沉香》和《花千骨》。她成功跻身一线女星行列，成为金字塔尖的人。然而，高处不胜寒，她的身影总是那么孤独。02，赵丽颖和杨幂不和，一直转了很多年。其实追究根源，事情确实怪不得杨幂。赵丽颖刚走红时，曾被误认成了杨幂，在别人那里，这不过是生活里的花絮。只是当时的赵丽颖还年轻，性子急躁又心直口快，直接发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为什么总把我认成杨幂？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偶像长什么样子吗？难道大眼睛书中分拍公的就都是杨幂吗？
赵丽颖一时的口舌之快，引发诸多争议。之后她辟谣不合的传言，才平息了风波。杨幂正当红，她的粉丝自是不满。后来赵丽颖青云直上，两家有了竞争关系，粉丝们明争暗斗，正主的关系自然无法亲密。因为情商不高，赵丽颖圈内朋友不多，又因为口快心直，总是伤人于无形，有了赵小刀的称号。她的朋友有谢娜和张碧晨，因为不在同一个赛道上，他们同场的场合不多，出现在各大典礼的赵丽颖总是形单影只，才有了赵氏孤儿的称号。2020年微博之夜，赵丽颖和杨颖的座位挨在一起，倪妮喊邓超给大家拍照，她和杨幂、周冬雨、杨颖一起开心合影，赵丽颖孤孤单单坐在一旁，形单影只。2021年星光大赏，杨洋、热巴、杨幂、赵丽颖、王一博和肖战6大主流上台领奖。候场时，其他5个人坐在一起，赵丽颖又是一个人。上台时，其他人都是成群结队，唯独赵丽颖是孤零零的从角落里走上台。明星生日总是展现人缘的好机会。娱乐圈最有排面的是曾经的何炅，每逢生日，大半个娱乐圈齐刷刷送上祝福，甚至有了所谓的何榜。赵丽颖生日时，圈内祝福寥寥无几，对比鲜明。赵氏孤儿就这样诞生，只是又有谁知道名字背后的痛和清醒？04，从农村出来的赵丽颖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被叫包子脸，被嘲猪嘴，被呼来喝去，也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。奋斗多年，终于成名，她又被嘲土气，撑不起台面，当不了大女主。她自嘲自己长的局限，为了大女主，她只能加倍努力。第28届白玉兰奖晚会内场酒桌上，赵丽颖总是左顾右盼，不时摆弄披肩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可见赵丽颖并不是善于言辞社交的人，甚至有些社恐、被动型的人，朋友不多实属正常。一桌人喧喧闹闹，她有种闹中独静的孤独感。她成功了，却好像始终被一堵墙和别人隔开。那堵墙有客观原因，更多的却是赵丽颖的清醒。这几年，赵丽颖很少在各大典礼露面，当别的女星还在营销美貌、各种艳压时，她兢兢业业在剧组拍戏，力求及时转型成功。她出演了《风吹半夏》和《幸福到万家》，成功打入正剧行列，又出演了张艺谋的电影《第20条》，顺利进入电影赛道，成绩不俗。就是马丽，也并非在内涵赵丽颖。在之前的采访中，她对赵丽颖的表现非常认可，她诠释得非常好，我挺敬佩她的，非常棒。赵丽颖的清醒就在于，她知道演员之本在于作品，在于演技，在于人品，不巴结，不混圈，甚至减少曝光。她不是被孤立，她只是选择了独自绽放。赵丽颖每年推出2到3部爆款，没有绯闻，演技好，国民度高，观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回报。陈道明说过一句话，演员跟观众交流的唯一平台就是人物，就是作品，在作品外吵吵嚷嚷不是演员的责任，也不是演员的职业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赵丽颖的精彩刚刚开始。